别拿自己当人。玉秀还是决定死。你这样死皮赖脸的活着，究竟做什么？怎么就那么没有血性？怎么就那么让你自己瞧不起？死是你最后的脸面了，也是你孩子最后的脸面了。玉秀，你要点脸吧。玉秀再一次来到码头了，天气不太好，刮着很大的夜风，四周都是夜风的哨音，夜显得更凄厉，更狰狞。玉秀刚刚出门就怯了3分的胆了。尽管如此，玉秀却平静得多了，这也是一个敢死的人应该具有的态度了。玉秀站到水泥码头的水边，毕竟有了第一次的经验，玉秀并没有慌张，反而沉着了许多。一回生二回熟，这一次看起来能成功了。玉秀想，还是先把肚子上的带子解下来吧，让小宝贝松动松动，溜达溜达，要不然也太委屈了孩子了。玉秀的前脚刚刚进水，肚子里突然一阵暴动，小东西震惊了，愤怒了，怒不可遏，摔摔打打的。玉秀收住脚，脱口说：“我可怜的孩子。”小东西把他所有的愤怒一股脑扔向了玉秀。玉秀愣在那里，铁一样的决心又软了。小东西一直在动，手脚却慢慢的轻了，像无助的哀求。玉秀感觉到自己的体内往上拎了一下，涌上来一股东西，冲向了嘴巴。玉秀哇的一声吐了出来。玉秀一边呕一边往岸上退，吐完了，玉秀的目光也硬了，直了，愤怒了。玉秀仰起头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我就不要脸了，我就是不死，有能耐你给我下刀子！”心一旦死了，麻木了，日子反而好过了。天上不会下刀子的，就这么过吧。日子又不是磨盘，用不着你去推他的，他自己会一天一天的往前走，随他去。玉秀只是把自己当成孩子的一张床，一床被子，别的什么都不是了。玉秀想，只要别拿自己当人，神仙也不能拿你怎么样的。转眼已经是3月了，玉秀什么都不想，人却是一天比一天困，坐在磅秤的后面都能打起瞌睡。这一天的下午，父亲王连芳却来到粮食收购站的大门口了。他是搭王家庄的顺便船来到断桥镇的。王连芳提着人造革的手提包来到玉秀的面前，笑眯眯的。玉秀一抬头看见了父亲，醒了。王连芳的脖子伸得很长，冲着玉秀笑眯眯的，脸上是那种自豪的模样。玉秀再也没有料到会在这个地方看见父亲，心里头怪怪的，蛮高兴的，但是当着这么多的人，却不喜欢父亲如此亲昵的样子，故意板下脸来说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王连芳也不答，一脚站到磅秤上去，说：“看看我多重。”玉秀左右看了几眼，说：“你下来。”王连芳不理这一套，说：“看看我多重。”玉秀不高兴了，说：“你下来。”王连芳还是不下来，笑眯眯的说：“我多重？”玉秀说：“250。”王连芳笑得一脸的花，说：“个死丫头！”王连芳就那么站在磅秤上，回过头，很多余的对着身边的人解释说：“我女儿，我的3丫头。”口气是骄傲的，同时也是慈爱的。王连芳走下磅秤，发了一圈香烟，开始和玉秀的同事说起闲话了，问了问人家的出身、年纪，哪一年参加的革命，兄弟几个，姊妹几个，答案都令他满意，笑眯眯的。
王连芳用胳膊在空中挥了一圈，号召大伙说：“你们要团结。”口气已经是做形势与任务的政治报告了。大伙只是吸烟，不声不响的回过头来看玉秀。王连芳却不动，掏出香烟又发了一圈，笑眯眯的。王连芳住在女儿的家里，也就是机关的大院了。郭嘉兴一肚子的不高兴，可到底是自己的岳丈，也不好说什么，一天到晚板着一张脸。因为郭嘉兴的面孔平时都是板着的，反而看不出他真实的心思了。郭嘉兴不理他，这个无所谓；玉米也不理他，这个同样无所谓。王连芳现在有外孙女了，那就和外孙女谈谈心，给她读一读《人民日报》。外孙女躺在摇篮里，慢慢习惯王连芳的声音了。只要王连芳读报纸的声音一停下来，她就哭闹。王连芳一读又好了。王连芳读报纸都读成一件事了，动不动就要坐到摇篮的旁边，扬扬手中的报纸，说：“同志们注意了哈，哎，乖，开会了，开会了哈。”这是一个暖和的星期天下午，玉米、玉秀、王连芳正围着孩子在天井里晒太阳。郭嘉兴是没有星期天的，他喜欢办公室，喜欢办公桌，有事没事都在那里待着。天井里春光融融的，玉秀还是穿着她的黄大衣，都有点像舞狮了。玉秀的骨架子小，主要还是因为年轻，体型的变化并不大，勒得又紧，从外观上还真是看不出什么来。当然，让玉米疑心的地方并不是没有，其实还是有蛮多迹象的。比方说，有一阵子玉秀的确瘦了，有一阵子玉秀又慢慢的胖了，有一阵子玉秀特别的能吃，有一阵子玉秀总是迷迷糊糊的睡不醒的样子。偶尔筷子掉在了地上，玉秀从不弯下腰去捡，而是从桌子上拿起一双筷子，再用手上的筷子把地上的牵过来。这些都是征兆，沿着任何一条线索都能发现问题的。玉米就是没有往心里去，关键还是脑子里头没有那根筋。许多事情就这样，事后一想都能对得上号，越想越有问题的。玉秀能蒙混这么久，最大的问题还是天天和玉米在一起。就说玉秀的胖吧，其实玉秀比当初胖多了，可是这种胖并不是一口吃出来的，而是循序的、渐进的，并没有突发性，带有愈动愈静的特色，这就不容易了。